大家好，我是李燦，歡迎來到 Easy Mandarin。今天咱們聊聊中文學習的心法。什麼是心法呢？你可能會特別好奇。心法按照中國人的說法還有另外一個詞叫做道。知道這個《道德經》的朋友肯定都知道第一句話道可道，非常道。這個道其實是一個哲學的觀念，其實就是你認識世界的一個方法，你對整個世界運行規則的一個了解，需要通過這個道走進去。其實說實話，中文學習也有這麼一個道，我把它歸納為心法。心法它是優先於技術層面的東西的。很多中文老師可能向大家傳遞的更多的是，比如說怎麼記單詞，對吧？這個語法點是什麼？這個在我看來更多是術，是技術層面上的東西。這個對我而言，我覺得並不是特別重要。假如你這個心法沒有完全掌握，這其實就像在蓋房子一樣你的地基不穩，你上面不管蓋成什麼樣子，最終可能都會倒塌，這是一個道理。那麼究竟什麼才是對於中文學習最重要的心法呢？我覺得最重要的心法其實是你自己的內心。這個其實是我一直以來特別在乎的一點，就不管是作為中文老師而言，還是我在其他領域探索而言，我覺得你一定要深入核心去看待這個問題，不要被表面的東西所迷惑。表面不管它如何紛繁複雜繁瑣也罷，簡潔也罷，都無所謂。真正的內心，它的內心的核是什麼？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學習中文也是這樣的。當然了，心法它有很多，今天咱們只聚焦在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其實就是你自己這個人。你這個人究竟是怎麼樣的？你對自己的認知究竟是怎麼樣的？這決定了你學習中文能走多遠。其實學習中文肯定不是一個一帆風順的旅途，肯定是充滿了崎嶇坎坷的，這個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說實話，大多數人走到一半的路程，甚至很多人走到1/3的路程，甚至更短的路程，都放棄了非常之多。這個說實話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因為你環顧周圍你的同路人非常的多但是有沒有一種機會讓自己走得更遠呢？我相信這個應該是很多人在學習中文的時候會反覆問自己的一個問題。這個其實包括的就是我們常常會討論的一個驅動力的問題。我們一開始學習中文的話，可能有一種外部的驅動力，对不對？外部的驅動力它可能不是持續的長久的推動着你前進的，到某一天突然撤掉了，你就沒有外部的驅動力了。另外一個是內部的驅動力，當然我們也不能保證內部的驅動力就一定能長久的推着你前进，因為人是非常善变的。我今天喜歡這個東西，我明天可能就不喜歡這個東西了，這是很正常的。我今天喜歡中文，我明天喜歡日語，後天我喜歡烤麵包，你管我，對不对？這個東西都是善變的。但是你要明白，作為你這個個人而言，你的一些核心的東西是不會改變的。就是你活到現在這個歲數我相信大部分學習中文的人大部分我只能說20幾歲以上應該比較多吧，對不對？10幾歲的孩子們也有我覺得有些孩子們也很厲害但是大部分是成年人，對不对？對於一個成年人而言，你的大部分的性格已經是確定的，不會有太大改变的。雖然說後面可能會有一些調整等等但是你的行為模式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你的人生的走向，我相信除非遇到一些非常重大的变化，也不會有太大的改变。所以我們就需要深入你的內心去探究一下，你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一點真的非常重要，很多人可能會忽視了這一點。老師，我們是在學習語言嗎？我們是在學習中文嗎？真的，
我現在讓大家捫心自問一下，你對自己究竟有多少了解？假如你能非常勇敢的、自信的說，老師，我對自己有100%的了解，那麼說實話，你也不用再看這個視頻了。了解自己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過程。為什麼？就是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啊，會讓我們產生非常多的自我保護的策略，就是我們其實會不斷的包裹自己。你想想看，一個人啊，他可能一開始是一個瘦子，但是因为天氣冷了，他穿了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的衣服，最後戴上了帽子，一個又一個的帽子、手套。那你能看出來他是一個瘦子嗎？你照鏡子的時候能確定這個人就是一個瘦子嗎？那個時候其實你甚至已經忘記了裡面那個人是什麼樣子了，對不對？我們內在的這個人其實也是在我們人生的過程中不斷被包裹住了，我們已經忘記了。所以我覺得人的成長過程中就是不斷的包裹自己，然後我們一点點的把包裹自己的這層衣服給剝開的過程，這個過程其實會比較痛苦，特別是更裡層的衣服，它可能已經和你的肌膚連在一起了，非常非常痛苦。但是假如沒有這麼一個過程，你對自己了解不夠深入和具體，你其實做很多事情，你會發現你往往會半途而廢。學習中文也是如此，因為你不知道你這個人的這個性格對語言學習會產生怎麼樣的影響。我們真的不要小看這一點，這個其實就是很多人在學習中文的旅途啊，這趟旅途當中最後放棄甚至回到原點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這個性格到底會對學習中文產生怎麼樣的一個影響。我們一開始的時候總是信心滿滿的，覺得我學一個東西啊，肯定可以學習好的，有這份自信自然是最好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啊，你本身性格所產生的一些阻力就會一個一個的跳出來。你好好回想一下自己學習中文的這個過程，是不是有這樣的感受？那麼可能有些同學在聽到我這些話之後啊，突然有點絕望。老師，你這樣說的我好像沒有希望了呀，對不對？好像怎麼樣都會出錯啊，怎麼樣都會半途而廢啊，最後無功而返，是不是？其實我和大家說這一點並不是為了嚇大家，其實是真正的讓大家明白，就像你在重重迷霧裡頭，這個時候前路看不清楚，你最希望是什麼？一束陽光照下來，驅散這團迷霧，對不對？其實我做這個視頻的目的，其實就希望我這些話語能成為驅散大家前路重重迷霧的一束陽光啊！這個其實也是我的經驗之談。我相信沒有任何經驗去證明，是很難說服任何一個人的。所以我在這裡需要把自己的經驗啊，真正的呈現在大家面前。其實很多人會說啊，那老師你是不是也是個多語者啊？這個其實倒也不是，但是我告訴大家，就是很多東西的底層是完全相通的。就是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夢想，就是成為作家。這個夢想持續了我覺得將近20年吧。我一直以來都有這麼一個想法，我也斷斷續續會寫一些東西，但是我的性格變成了我一個特別大的一個阻力。就其實我在一定程度上繞着這個問题走。這個狀態我在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發覺它是存在的，我只是在感受到時間一天一天過去，然後回望過去的時候，我才突然有這種感受，好像這麼多年一事無成呀，我的夢想也完全沒有實現呀。隨着這幾年，我是覺得經歷了人生一些困境以及各種東西吧，其實讓我慢慢的開始真正向內探索，我開始真正了解包裹住自己的那個人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就是我真正的內核是怎麼樣的。這個時候才讓我真正跳出以往的自己，跳出那些像章魚的觸手一樣把我自己往回拽的那些力量，我才真正的
就像我在前幾個視頻裡說的一樣，義無反顧的用了2個月的時間吧，實現了自己的寫作夢，就是真正的我投入其中，真正的開始去做。這個其實首先需要我真正的對自己有一個徹徹底底的了解，然後把我內心深處這團迷霧給驅散之後，才真正帶來一股非常大的驅動力。我現在说起來大家覺得好像很簡單，哎呀，你是因為你有天賦呀，你很厲害呀等等，這些其實都不是。你想想看，10幾20年我為什麼都沒有做成這個事情，就是因为我之前整個人是混沌的，不清楚的，我的整個生命周圍其實就是重重迷霧，我看不清楚。我內心深處有一些小火苗，我想成為什麼，我想做什麼，但是它永遠都是一個小火苗，沒有一個大風把它們嘩吹起來，變成一個熊熊大火，將我整個人燃燒起來。這個生命的大火，說實話，不可能來自於外部，只能來自於你的內心。只有你真正深入你的內心去挖掘，你真正透徹的、痛苦的去挖掘自己之後，才能燃起那把火焰。所以我在這裡講的東西，就是學習中文的心法裡頭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挖掘自己，發現自己。你需要對自己有一個特別徹底的了解。這樣的話，不只是學習中文，說實話，學習中文只是其中的一條道路而已。你在人生的過程中還可以學習其他的很多技能，只要你感興趣，你想學的，你都能學會。首先你內心需要有這一把火，你需要點燃。點燃的話，你首先需要深入內心。所以我為什麼把這個東西稱為心法呢？因為我們需要首先走進自己的內心。學習中文就是這樣，別的東西也是如此。順便和大家說個消息，我現在開始做中文1對1的私教課了。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如果你想和我一起探討一下你學習中文的困境的話可以點擊底下的鏈接先參加一節試聽課那麼咱們下期再見。